Hello，大家好啊！昨天晚上有没有睡觉啊？Rich 昨天晚上为了大家是没有睡觉啊。我今天早上也是6点多起来了，其实我3点多已经睡醒了起来了，然后又睡了一觉，6点多起来了。今天我们这个 live 这个直播是非常的特别啊，第一次8点15分哦，第一次8点15分跟大家见面啊，我们是好早起来做准备的啊，所以一会儿呢，我们的 PPT。有点做了比较赶啊，所以这个谅解啊，主题内容是更加重要的啊，大家要猜一下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可以也想一下啊。By the way 也写一下你有没有收到我们之前告诉大家真正的大跌还没有来赶快走这个美股要崩盘啦，港股也要调整啦，有没有收到？现在手上有没有股票？或者是有没有感恩没有股票了？包括如果你是跟随我们一段时间的老同学尤其是 GMP 的同学的话你可以回顾一下过去，可能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吧这一段时间，你再回顾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觉得可能这段时间你在交易或者是投资那方面有没有觉得，好像因为参加了 GMP， 然后避过了一个大风大浪。做一个 testimonial Rich 有没有每个星期都告诉大家逆风，保留实力，保留现金，对吧？GMT 同学我们是讲的很明确的，就算对外的 YouTube 的视频，有没有看过我们最近的？无论是 Rich 讲的也好，我讲的3个黑天鹅也好，3个黑天鹅现在起码2个是来了一会儿我会讲讲大家留着，一会儿我会讲讲这个贸易战最新的发生了之后，我觉得世界会怎么样一个连锁反应 chain reaction， 不光光是特朗普加了税就算了全世界一定会反应。那这样延续下去，最终最坏的事情会是怎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留着那首先呢也是感谢大家这么早也来捧场也是把今天的这个直播分享出去，让多点人看到不枉我们这么早起来Rich 昨天晚上没睡觉，为大家这个看着这个特朗普对而且我记得台湾那边是假期所以如果你们是台湾人的话这么早起来然后看到我们直播也是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当然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各地的，无论你是马来西亚也好，香港也好，那我们还是在上班之前你花了这么宝贵的时间不是休息，而是来听我们的直播，也是非常感谢的。前几天台湾有一些媒体这个邀请我去，我就去了一次。他们见到我就说爸爸，真的美股真正的大跌还没来吗？所以当天那个星期一早上有一个台湾的这个直播访问，就是说真正的大跌没来。我里面也说过，你是猜不到特朗普的了，是不是？你也猜不到人家会怎么样去反应的。那一会儿我们来分析一下当然了，回来的途中飞机上有人感冒，所以我有点感冒所以今天也是抱养。如果一会儿要咳嗽一下的话，大家也是谅解一下，真的是我是带病，他是没睡觉。今天晚上给大家讲话不多说了，事不如此，我们不如开始了那所以呢，一开始真的如果你有听过我们叫大家危机来了，危机来了，危机来了，对吧？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Rich 是被人家骂死，说他什么不懂什么，对吧？你有没有感谢过 Rich 一次，叫你避开股灾，还是你现在是很后悔？无论是感谢还是后悔，麻烦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或者最好是把今天这个视频再分享出去。对，有人说没有想到这么早就直播了我们真的是好，这个晚上不睡觉，早上很早起来爬起来所以如果你感谢的话，用实体的行动那好了，给大家具体的讲一下特朗普这张表出来，好乱好乱，第一个字就是好乱好乱。OK， 所以市场是不喜欢好乱好乱的。你有这么复杂的，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这个友好不友，那个不友好，好乱真的市场看到就头痛。所以第一个，市场是不喜欢这个不明朗现在变明朗了，但是市场是不喜欢混乱的，我们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当你混乱的时候，
这个市场啊自动会 price in 作为一个风险来 price in， 这样的话股价就会跌，这是第一点啊。好了，那我们看了之后啊，给大家总结一下，但中间还有一些是不明朗，比如说他给中国再加34%的关税，是不是在之前的20%上面再加34%的关税，还是总共加34%啊？他对于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又说，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那一个自由贸易的里面的产品不用加关税，但之前又是跟加拿大和墨西哥吵了翻脸，那之前那个关税有没有？还是之前那个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个都是很多不明朗的，他自己也好乱的。我觉得特朗普是一个很乱的人啊。那好了，总体来说呢，他就说全世界10%啊，所以啊总结一下，当然如果有总结错的话，大家也是可以在留言区指正一下，因为他真的是很乱，我们看了也很乱啊。所以首先它是10%，所有的这个国家的进口到美国的统一来说是10%。OK， 然后呢，他觉得当然这个我们放了2个表啊，第2个 column， 第2个直项的那里那个数字怎么算出来我不知道，我觉得他要喜欢加你45%，他就说，哎，你加了我90%，所以我加你45%啊，好像是这样出来的啊。我们在中国大陆买美国东西也没有90%的关税，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中间他说你加了他多少关税不公平啊，所以我们美国人要加你关税啦，这个有点莫须有啊。但是无论如何，他是说根据这样你加了我多少，我要现在加回你了啊，我现在还对你很仁慈的，只加你一半。所以呢除了英国这些这个是英国当然是一直是说自由贸易的英国从大英帝国开始都是希望是自由贸易的这样开始的那所以英国是最低的10%，所以英国现在说我们要看看怎么能避免关税战，他也没有说马上报复。那其他的包括日本啦、台湾台湾这个重灾区应该是重灾区越南也是越南缅甸啦都很多这个印度也有但我一会儿我会讲讲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有人说是54%，就在以前的20%上面再加30%是54%但我觉得呢，一会儿中国大陆反而这个影响不是太大一会儿我讲讲我的看法但整体来说呢，全世界受影响的很多，特别是像台湾本来已经就是经济不太好了，如果再加上而且是很依赖美国的那好了我觉得接下来就讲对整个股票市场或者整个全球经济的影响首先我觉得呢，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呢，影响不是太大就是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最大的那一个国家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的特朗普的关税战2018年开始已经给中国加了好多次的关税了，不同的关税了，所以中国第一个也习惯了，就是这样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开拓了其他的市场，就是没有那么像以往5年前10年前那么单一的依赖美国一个市场所以这提早了做了一个准备那最终我觉得中国大陆跟美国的那个中间的贸易会越来越少，完全脱钩有这可能那当然了，到了日本了、台湾韩国了这些包括印度了这个额外的关税怎么去消化就不太知道了 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全世界一定会报复这是一定会报复的，不会说你加了关税我就承受的在经济学里面这个叫以牙还牙Tit for tat， 你加了我不加你，下次你随便再加只有你加了我以牙还牙，也加你，两败俱伤之后你就不敢再加了，因为你知道会两败俱伤lose lose这有个叫 prisoners dilemma 囚犯这个困境所以呢一定会报复，使到两边都输得好惨那还有呢，除了关税之外各地人民包括加拿大啦、墨西哥啦已经看到了
现在是不买美国货了啊，所以如果你还有特斯拉的股票啊、苹果的股票啊，小心了。那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好久了，特斯拉小心啊，对吧？如果你看，这个最近我们这个讲的那些 YouTube 里面都叫大家要小心的啊。那好了，最差的啊，全世界会有经济的大衰退，因为经济学101里面说，合作使到大家可以专自己的专长 specialization of labor，OK，通过合作大家可以降低成本通过合作大家可以 win-win。现在是逆全球化通过我不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大家来以牙还牙，到最后大家都没有牙齿 ，OK， so one eye for an eye the world becomes blind 这是甘地说的所以呢第一个，现在全世界会这个通胀之后又不能降息，所以经济不好又不能靠降息来振兴经济，然后成本会上升然后经济会倒退这个做生意的会倒退，而且美国再做起来，美国再次伟大，但全世界的产能一起过剩 ，price war， 公司赚少了钱，再加上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 massive unemployment 大量的失业率，好了，人失业了做什么？上一次同样的有关税的是1930年 ，OK， 大家想一想，当时1930年同样的也是很愚蠢的。共和党就是共和党，我一直以为以前在美国以为共和党是比较聪明的，民主党才是笨笨的，对吧？但是呢，100年前也是由共和党的参议院、众议院2个议员发起关税那个共和党的总统Hoover 签署了这一个关税战，结果全世界报复，导致全世界经济大崩溃、大萧条。结果你再往后算的话，第2次世界大战，所以现在是 no joking。现在不光看经济，如果你看地缘政治的话，就不讲了我上次也讲过，3个黑天鹅，2个已经发生了，第3个现在也好危险。OK， 所以3个黑天鹅如果一起发生的话，所以你看到黄金为什么涨了历史新高？我们1800开始叫人家买黄金的，对吧？我们要分散风险1800、2200、2600，现在3000多黄金也是对美元不信任的一个信号，所以你不要说700-800好像是粉红啦，看好人民币了，我没有这样说过，但是美元不好，我们看黄金就知道了，好吧？你有没有补充？没有之前有该讲的都讲。你昨天也做空了是不是？待会儿说吧。其实我觉得Rich 做空以前我们不鼓励，因为做空是可以输无限的输这个买股票输掉了就输精光了，但做空可是无限的输。但是你现在教的那套策略，包括你的 APP 可以做止损的话，其实做空也可以所以我们看到股市往下的时候我们可以买反向的 ETF SQQQ， 对吧？那个很安全。我们也可以做空设好止损的。所以你那个 APP 里面我现在看的是这个好多的好的功能那以后我会分享我怎么样去做但具体的其实还是要学第一还是要学，好危险。第二也是一个比较进阶的操作吧，就是你去做空的话其实你要面临着一些风险并且也是一个数学劣势的一个游戏，因为你赚钱那家公司你赚最多可能99%那家公司股价跌到0那但是如果你输的话，你那个股票理论上能够涨到无限，所以理论上你有可能会输到无限，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数学劣势的游戏，所以是很罕有的rare moment， 很少有的时间点你可以做空，而且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所以这个不懂的话就不要冒险了所以我会更多的在我的 APP 里面分享我到底为什么会昨天做这个交易或者是为什么我会去做空我背后的思考逻辑是怎么样，然后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买入，为什么会在这里卖出我会在里面更加详细的去讲解但是在一般场合因为也怕别人跟单嘛所以
也是不会在公开的场合去随便去讲啊。你知道我们最近讲了这么多次，小心啦，真正的大跌还没来美国已经到了倒数了，最差的开始倒数了，死期到 deadline 到了。我一到台湾，那个访问我的主播一看到我就说，好像我是末日博士一样，马上就问我真正的大跌没有来吗？对吧？当然了，我们也是好多人质疑你耶 ，OK， 说你那可能他们是新观众嘛。我先介绍一下，其实第一，我并不是一个末日博士七爸爸他也不是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在一个牛市当中把握到不少的机会，甚至那些机会呢，有某些股票是涨了好几倍的。第一，第二呢，其实在上一次的调整就是7月份、8月份的时候如果有老同学在的话你们可以见证着，其实当时候呢，我并没有那么悲观并且我也看到有一些机会在里面的，我也在那个时候把握到了一只倍升股票Palantir那个时候我也分享到为什么我当时候会看到这只股票，并且把握到这只股票的声浪所以其实如果我是一个末日博士的话我可能在23、24年的时候已经非常悲观了然后也不会买到 SMCI 也不会买到Palantir所以这可能是新观众嘛看到我最近可能非常的悲观，然后也觉得其实我并不是悲观了，我只是看到一些信号，然后做出了一些策略而已策略上的调整而已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好像明天要打仗了，然后当然这个是最坏的打算，有可能做一个风险管理吧做一个心理的准备但不会一下子突然间去到好像要世界末日了一样。对，包括我跟Rich 是分工的，因为我们 GMT 同学是全世界都有，而且是对全世界股票市场都有兴趣，所以我是专中概股、港股A 股，我们还有一个新加坡的老师他是专其他的地方的Rich 专美股。那我看好中概股，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今年也赚了不少了。我在前2、3个星期开始就教大家，这一波的这个红利已经吃到了，已经要适当的套现了只是我也告诉大家，我是中线的已经开始退了，长线的我继续持有的GMT 同学也是可以见证。我们在 GMT 里面54块多小米配股之后，还是54块多，我就说趁机会要套现一点资金了还有快手66块的时候，65块、64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套现了所以我们应该有点子弹，蛮开心的，希望它跌到某一个程度又可以和在20多块也有教大家适当的要take profit 一点所以我也会 take profit 就这样 OK 所以还是要灵活的那以下当然是 Rich 的一些战果了Rich 你做空的那个有没有在这里有一个四个里面应该3个是做空的四个里面3个是做空的，有一个是 ETF 所以他没写到是做空的 OK 那就大致的分享一下吧其实对你怎么做的在大前提下这个一定要跟你们讲的，其实我在2月份的时候当时候大势还接近新高的时候，我已经是警告了同学们是要警惕的然后如果你没有追踪过的话你应该会记得，然后第二天马上就下跌了之后那一天是周末，我也开直播跟观众朋友们讲过要非常的危险然后在过后的一段时间我也是讲过，如果你这一段时间交易是不顺利的话，你是可以选择防守的hold cash 完全不操作也是可以的，包括你的 APP 里面这些买卖都有分享所以都及时的分享。我确实有分享到我现在的这些交易但我还是讲到了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在一个逆风的时候一个调整期或者是一个熊市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个非常进取的态度我们并不会像我去年买 Palantir 的时候我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注码去买一个做空的，所以策略也要调整，对策略会调整，并且我也分享过，其实我们最容易赚钱的时候是在一个牛市当中去找那些倍升的股票
而现在很明显不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你最好的是12月你说美股到顶了，套现美股，然后买港股，那是最好的他只说美股，从来不说港股的，对不对？我在那里帮大家港股赚钱，他从来不讲的，太专心美股了，这个也是。但最近港股调整我也讲过，就刚好在那个位置，就是有一个调整啊。所以最近他也不看好港股，我也教大家 take profit， 所以这也是这个 GMT 里面的好处啊。好，那最终还有什么人家有人要上班了，最终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讲的？当然是成功是没有捷径的啊，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从年初讲到现在啊，2025年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好，下一步我们要看什么告诉大家了啊。第一个大家3个选择，从免费的到学习的，到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的都有啊。那最后要看什么呢？最后要看其他国家对特朗普这个政策的反应，我觉得是一定会有反应啊。所以总结出来，第一，特朗普这些关税是非常的糟糕，对经济和股票市场房地产、债券市场都是非常的糟糕，唯一一个赚的就是黄金。OK， 大家已经看到了啊。第二个我们要密切留意全世界对美国的这个反应措施 retaliation。OK， 如果是同样的激烈的话，那就非常糟糕了。OK， 第三个美国经济会差要看联准会美联储跟特朗普的政府中间的关系。特朗普总是要威胁要把人家开除掉，你如果是作为美联储的官员的话，你就让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去死吧，对不对？为什么要救美国经济呢？所以中间如果是吵架的话，那世界不幸。第四个，我之前也讲过，3个黑天鹅就不方便再重新讲了因为有牵涉到台湾等等，大家自己去看了，包括李嘉诚卖码头啦。当时我还是讲的挺模糊的，我说中国政府没有那么笨吧，结果真的是 unfortunately 不幸的真的是有人已经说了七爸爸不懂经济了，不懂政治了，一讲到那个是非常的 defensive， 骂人什么都出来了大家自己去判断好吧。所以呢，今天的直播给大家只是一个提醒，今天一开始大家可以好玩一点猜一下今天一开始香港恒生指数跌多少一开始猜中那一个我送1股 Nvidia 好吧。最近那个Rich 送了3股 Nvidia 给他的 APP 的这个粉丝那如果你猜中一开始9点30分一开始港股跌多少的话，我送你1股，不要 Nvidia 了，我送你1股小米了。我能猜到，就是港股明天肯定不会跌。我说今天9点30分，明天肯定不会跌。我告诉你，明天不会涨，后天也不会跌，这个笑话了，对不对？港股跌到几点？4点钟也不要说跌到4点钟。OK， 这个笑话已经太久了这个梗一开始港股多少点？OK， 猜中我送给大家一股小米OK， 我给 cash 算了，我去买小米股票送给大家麻烦，我去送大家一个 cash， 好吧 ？All right， 1000点港股1000点不是吧 ？OK 大家继续猜了好，那今天还有没有补充？没有补充的话，3选1download，它的 apps 免费 download 了玩一下也好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 download， 最后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是APP 的同学们的话粉丝们的话，在我的 VIP 的那个社区里面会更新一个大盘的更新，那尽量在 VIP 是要对，尽量看 VIP 是要付钱的，就算你免费 download 也有一个选股的策略可以玩所以也不错，对不对？熟悉一下也不错。哇，有人开始猜了什么200 200不是跌200点是恒生指数多少点重新打过200点700点应该不是吧？是
恒生指数像这个同学说网友就说22000 OK， 那给大家最后30秒钟啊，那也祝福大家在风暴当中安全度过甚至最好是能够成功跟我们在 GMT 捞底那也是把今天的这个直播分享出去好不好那 Rich 可以回去睡觉了我也可以休息一下了好，拜拜。